2025年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七爸爸已经看到2025年有5大风险，其中一个风险，上个影片我们讲到，就是加密货币的泡沫。可是很多网友却说我们讲的太夸张了。而在前2天，美国的耶伦他也讲出他担心加密货币的风险，他可是美国财政部长哦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七爸爸会讲到他看到剩下的4个风险，尤其是最后一个威胁是最大的，他形容是有可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啊！七爸爸，快点告诉我们剩下的4个风险到底是什么吧？我觉得在2025年要投资的话，一定要清晰这5大风险，因为每一个风险都有可能导致金融风暴，甚至是更惨的。但是如果看清楚的话，也可能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。我们回看一下过去几十年，差不多每相隔10年就有一次经济大洗牌，普罗大众辛辛苦苦工作，累积10年的财富，拱手送给那些懂得操弄股市的经济大佬、华尔街狼人。我们看一下87年就发生了黑色星期五，一下暴跌，很多人不懂投资的话，到最后是跳楼。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整个亚洲地区的人民工作了10几年赚来的钱，又拱手送给了美国大佬们。到了07、08年的次按危机，一场金融大海啸把全世界钱又卷回了美国。那再过10年，到了2018年和2020年，有过短暂的2次小股灾，但是这个时候美联储不断的量化宽松，使到这2次的股灾相对规模非常的少，但是这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，而是延迟了这个股灾的发生。股灾来得越晚，这个泡沫越大，到爆破的时候损失也会越惨重。所以著名投资者索罗斯的拍档罗杰斯也说过，下一次经济泡沫爆破的时候，那一次的股灾是我们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杀伤力。当然我们可以不相信罗杰斯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为这一个可能性做好准备。就像买保险，不是意外发生了我们才去买保险，而是事先我们要买好保险。你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很悲观的在讲末日论哦，看完这个影片你就会明白，你不看会有多大的损失。那上次我们讲到加密货币正在形成一个泡沫，而这个泡沫涨得越多的话，爆破的时候它的杀伤力越大。而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借着钱去买这些虚拟货币，所以一旦爆破的话，它会影响整个银行体系。所以我们就算不买虚拟货币，一旦银行体制受到冲击，也会影响楼市、股市、债市和汇市，当然经济也会大萧条的。而另外4个也非常的严重，其中一个就是美元崩溃的可能性。同样的，也有很多人觉得美元是不会崩溃的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美元是完全没有机会被取代的，为什么特朗普不支持其他的国家挑战美元的货币呢？正就是美元已经是岌岌可危了。而我们看到特朗普要求大家摊牌之后，中国是加快了抛售美债。那美国的政府还有庞大的财政赤字，特朗普上去之后，也很大的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盈利税和个人的入息税。虽然他说会加关税来弥补，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应该也会是越来越多。这些赤字没有了，美债市场谁来买单呢？而中国大量的抛售美债，正是一个信号，中国不吃你这一套。特朗普想通过关税吸引制造业搬回美国，这个理想非常美好，可是现实可能是非常残酷的，特别是对我们居住在美国以外的朋友们，我们可能会面临经济的大萧条。我们要知道，在过去几十年，全世界的经济都是蓬勃的，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的印刷美元，通过
过财政赤字，往全世界进口了大量的货品，这促使了全世界，包括中国大陆还有其他的地方经济繁荣。那现在如果这些制造业搬回到美国了，美国减少进口，不光是其他出口给美国的国家生意做少了，而大家要明白一点，当美国在买全世界货品的时候，美国其实在出口一个全世界非常需要的东西，那就是美元了。那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下降，甚至有贸易顺差，有一天美国再次伟大，美国的产品出口要比进口的多，这个时候美国就会把全世界的美元吸到美国本土。再加上如果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不好，大家都去买美股的话，这时候全世界流通的美元就少了，这会导致经济的大衰退。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美国买东西买少了，中国大陆、日本、欧洲还有其他的各地，他们的口袋里的钱也少了，购买力也少了，这会导致产能严重的过剩，价格可能崩溃，企业亏损，出现大量的裁员，这个就可能导致经济的大萧条。那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说，当货币供应减少的时候，这叫货币紧缩，会降低通胀，使经济放缓。那美联储是美国货币供应的操控者，而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又向全世界输出了大量的美元，所以美国就是全世界美钞的供应者。所以当美国减少它的贸易赤字，甚至有贸易盈余的时候，这其实就在全世界抽走了美元，而抽走了美元之后，所有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钞票也会相应的减少。比如说港元跟美元挂钩的，当来香港的美元流走了，香港本地的港元流通也会减少。所以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世界货币大量的供应的话，这个全世界的货币的流通量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dry up 了。在座的你我应该都没经历过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来科普一下经济大萧条的背景，以及跟现在其实有很多情况都是非常相似的，并且之后我也会科普经济大萧条是怎么样会成为2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大萧条，原因呢是有以下几点的。第一点呢是当时候股民的情绪是非常狂热，并且他们也是漠视了风险。在20年代中的美国经济嗖嗖的涨，股市呢也是涨了不少，那这也吸引了很多的散户都想进去捞一笔，再加上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是提供了大量的信贷，这也促使了消费和投资增加，但是这也导致了资产价格的泡沫。最后泡沫爆破的时候，很多人倾家荡产。对比现在，虽然股市还没有暴跌，但现在的市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炽热，而且现在美国也在不断的量化宽松，这个情况就跟1929年之前非常相似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产能过剩。随着当时候生产力的提高，一些特定的行业，比如说汽车和建筑，都是出现了过剩的产能，而这也导致价格下跌和企业的利润减少。而对比现在呢，中国也正在经历着产能过剩的阶段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国际贸易的混乱。一战之后，欧洲的经济已经不行了，而美国对外的贸易也有受阻，再加上高关税的政策，经济就更加是雪上加霜。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美国其实也是跟很多的国家贸易关系也在逐渐的恶化。当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的禁运，这也间接的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引发了世界大战。而现在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，限制了科技和晶片出口给中国。哇，历史真的是非常相似啊。而经济大衰退又是怎么样成为2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呢？那大萧条发生了之后，导致很多人倾家荡产，大批的企业倒闭，失业率也直接飙升到25%。而大萧条也不仅仅是影响了美国，这也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，很多的国家经济也是跟着遭殃。那经济困难也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，工人的活动和抗议的活动也是越来越多，而极端主
主义的政党，比如纳粹党和法西斯党，在那个时候也是获得了支持。而这些政党利用了民众的不满情绪，推动激进的国家主义和军事的扩张政策，最后是引发了2次世界大战。当然，这些未来没有发生，我们只是在推算这些事情有可能发生，带出最坏的情况，让大家可以及早的做好风险管理。而我们不是危言耸听，我们看一下桥水基金大佬 Ray Dalio， 他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，他看到当一个帝国衰落的时候，有6个症状，其中包括利息的降低、大量的印刷钞票和金融的危机，而且贫富悬殊，而国内的分裂是越来越激烈，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，最终有了对外的战争。我们看到这6个信号，其中有5个半已经是开始了，最后一个是对外的冲突。现在美国已经是处处跟中国公开的冲突了，只欠最后的开战。那既然你刚才讲到了这么多黑天鹅，到底2025年我们应该怎么样投资呢？一旦经济崩溃，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循环，比如说股票、债券、楼市的崩盘，会导致人民的财富蒸发掉，从而引发通缩，导致进一步的消费减弱，进一步的经济的恶化。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经济放缓衰退的时候，政府和央行都会出手出一系列的政策，而这些政策又会刺激股市，带来一个大的牛市。在08年的金融海啸里，美联储就推出了量化宽松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，美联储又推出了更厉害的量化宽松2.0，美国政府也派发钱财。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内房爆破之后，也带来了经济的放缓，现在中国正在出一系列的组合拳政策，这也为跌了很低的中概股股市带来刺激，在今年也涨了好几次，每一次都是涨得非常的激烈。所以我们可以参照巴菲特，他现在是卖走了大量的股票，持有大量的现金。当这些危机发生的时候，资产价格肯定会暴跌。就像巴菲特说，一个股灾来临的时候是投资者的天堂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慢慢的挑选很多优质的好的公司，而且是以非常便宜的股价买这些公司。巴菲特就是在股灾里面赚取他最大的回报。另外一个股神戴维斯也说过，熊市是赚钱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事先装备自己，知道如何在股票市场里面，特别是在股灾里面去寻找机会。当然这个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熊市什么时候来，可能未来还有一段时间是大牛市，我们错过了投资的回报。那另外一个选择，你就可以考虑像 Rich 这样。那我的策略就是继续待在这个派对里面，但是要时刻注意，并且做好风险管理。比如说在30多块、40多块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哇 Palantir 好贵哦，已经涨了不少哎。但如果他们有这个想法的话，他们就会错失 Palantir 从40多块涨到最高82块，整整1倍的升幅。而当然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，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下车了。所以当我在高位看到有卖出警号的时候，我就及时卖出了我大部分的仓位，剩下的仓位呢，我就负成本没有压力的持有它。所以用我这套策略的话，你确实可以在这个派对里面待到最后的一刻，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场。当这个派对结束，股灾来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在高位被套住了。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影片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可能的经济大萧条和一个金融的风暴，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投资还是投资自己的脑袋，因为假设我们在金融风暴当中失去了口袋里的钱，在我们脑袋里的知识可以让我们劫后余生，东山再起。我们看到当年2战的时候的犹太人和49年逃难到香港的企业家，都在短短的10几20年之内创造了辉煌的成绩，建立了巨大的财富。所以最好的投资还是投资自己的脑袋。如果你们想跟我们一起学习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。那今天的影片是分享了我们一些想法，我们也想知道你的想法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你的意见，我们一起集思广益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